这是轻易不出世的一套剑法，此剑法灵动变幻，出手极为洒脱，似浮云流水般随意，毫无仓促之态。唯一可与之一战的是欢喜王。那么这二者相遇，究竟谁能胜出呢？大侠客沈浪近来遇到一件怪事，城中几十人突然间一起暴毙而亡，一时间城内棺材铺生意蒸蒸日上。而此时城外杏花村有人悬赏黄金5000两，借此探明事情的真相。这天，杏花村内各路江湖侠客聚集，显然都是为这诡异情况而来。黄金在前知情人士纷纷透露消息，半月前，一城北部发掘出了一座古墓，一群侠客被古墓内大量的珠宝吸引，可是连墓门都没打开，所以到过古墓的人12个时辰过后，一个接一个无缘无故死于非命。听到如此景象，就有人怀疑是中毒，墓门上恐怕涂有剧毒此物催魂砂。如此诡异现象，有侠客打探位置，在有些人眼里，他们也是为了珠宝。只是他们所为貌似并非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要找一个人。沈浪和未婚妻朱七七一马当先，两人一同来到古墓，想要探查此处。有前车之鉴，两人并未贸然开门。此时紧闭的木门突然自行打开了，迎面而来的却是一具尸体，而且还是失传已久的黑煞手所杀。可会这个功夫的3个人都已经离世。众人心中存有疑虑，便打起警惕。就在众侠客全部进入到墓室里面，四周的石门却突然全部关闭，显然他们的退路已经被堵死了。突然，墓室的一角打开了一扇门，有人提出里头箱子里可能有珠宝，可进去的人眨眼间就被关在里面。沈浪怀疑刚才怂恿的人有问题，可是他很快被灭了口。此时，墓室的另一边再次打开木门，既然没有其他出路，那只能先进去。几人进到了一间十分华丽的房间，只见这里面的金银珠宝数不胜数。此时突然冲出一人跟他们交手，几招之内就将其余人给定住，然后邀请沈浪和朱七七2人过去。原来此处是一位前朝皇帝的陵墓，因害怕被人盗墓，所以机关特别多。欢喜王的手下财帛正在此处等候。说起这个欢喜王，那可不简单。15年前，孔雀王朝老国王无端失踪，大臣欢喜王顺势登基，改天换日。中原武林在长白山被欢喜王算计，数日内死了900多名高手，一时间中原武林人才凋零。关外欢喜王剑更是中原武林公敌，而此处陵墓也属于欢喜王所有。他们的目的是带沈浪去见欢喜王，沈浪自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去见他，在墓室里面和财帛你来我往相斗，但财帛根本就没有练过黑煞手。此时2人也察觉出其中的诡异，只见刚才被财帛定住的人不见了，被困在各处机关的人也没了踪影。两人一起出去墓室的外围寻找，正好遇见了在外接应的众侠客们。一听来人是欢喜王手下，那还有好。沈浪给作证，失踪的人与财帛无关，并立下承诺，1个月之后会有说法。但1个月时间转眼就要过去，沈大侠不仅毫无头绪，就连未婚妻朱七七也突然失踪。这时，一邋遢乞丐吸引了2人的目光，乞丐向2人讨酒喝，并且洒了出来。沈浪他们察觉他顺手牵羊的意图，还顺手拿走了乞丐身上的锦囊。打开一看，竟然是朱七七的玉佩。他们立马追击，并在凉亭动起了手。乞丐自称熊猫，称曾经见过朱七七。他告诉2人，七七被一老妇人捉去。此番说辞，他们2人自是不能相信。他们在棺材旁上蹿下跳，左劈右砍，丝毫没意识到面前棺材的异常。正在离开时，听见棺材里面有声音，这才发现了里面的七七和白菲菲。原来那晚睡着的七七被外面吵醒，于是跟踪了看起来诡异的一行人。眼见他们进入了一栋华丽大宅，只是刚闯入的七七就被人发现了。七七不敌此人，很快被活捉了。他跟着他们来到一间地下密室中，此间的主人正是神秘的王夫人。发现了之前失踪的那些武林人士，七七想救下他们，便跟王夫人动手。只是这武功跟王夫人相差甚远，很快便被王夫人轻松的给制住了。王夫人的儿子王莲花想趁人之危，谁知刚解了穴道就被七七给定住。逃出来的七七到一间破庙避雨，一位大娘好心的要帮他烤衣服，熊猫儿抽烟打断他脱剩下的衣服。原来他刚才正在房梁室睡觉，他出言提醒是因为外面有人偷看。听闻此言，王莲花也不再躲藏，因为坏了好事，王莲花与熊猫动手。打斗中发现熊猫儿竟是丐帮帮主，他不想跟丐帮结怨，一个闪身走了。刁蛮的七七要熊猫儿留下眼睛来，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，拿出了玉佩，凭此玉佩可去朱家随意取钱。此时他突然发现那个妇人有问题，赶紧脚底抹油溜走了。七七也不出意外落入妇人之手，然后将她与白菲菲关在了一起。幸好碰巧遇到了沈浪、财帛他们，七七忙带着他们去解救各位侠客。进来一看，他们果然全都在这里，
只是这些侠客们现在都昏迷不醒，因为他们都中了王莲花的迷魂剑。此时，王夫人带着人马包围了他，声称要收集所有的中原武林英雄。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无人知晓。混乱中，齐齐的玉牌被王莲花拿到，幸亏沈浪剑法高超，将王夫人擒住。可是神秘的王夫人也是狡兔三窟，母子二人利用密道逃走了。此时，财帛也带着一众人士赶到了。1月为期，沈浪的承诺也如约完成。众人带着已经解毒的侠客们离去。齐齐担心王莲花会利用玉佩拿钱，可在汾阳城姐夫家换得100万黄金。他担心王莲花用玉牌兴风作浪，于是几人转而前往汾阳探查情况。赶到府上，管家却告知姐夫外出了。深夜，一位蒙面人突然闯入庄园内，沈浪追着他一直来到汾阳城外，谁知蒙面人却突然喊停不肯打了，举起头套，竟然是七七姐夫。原来他发现这几日庄内风起云涌，不得已才用这种方式和沈浪相见。沈浪一听大感不妙，赶紧回去。折返途中发现熊猫儿所留线索，顺着线索，二人来到一间酒肆之中，发现地上珍珠项链。二人先知有意，可是面上并不显露。将计就计，刚喝一杯酒就假装晕倒。见两人晕倒，果然炸出背后王莲花。在王莲花胜券在握、得意忘形时，突然暴起发难，杀了一个措手不及。几人俱是江湖中比较厉害的高手，一番打斗下，轻松打败了四周喽啰，并且制服了包藏祸仙的王莲花。沈浪着急关心白菲菲，琪琪很生气，于是他点了姐夫的穴道，带走王莲花，想让沈浪也来关心关心自己。与此同时，众人已经赶至落雁亭，再次遇到一位挑扁担的卖酒老翁。沈浪一向眼光毒辣，聪明非常，一眼识破卖酒老翁的真实身份，正是欢喜王手下4伯之一的九伯。九伯见被认出，当下也不眼怪，他命8位手下摆出醉力乾坤阵，将几位大侠困在其中，看他们破阵。沈浪几人都是人中龙凤，对了个眼，瞬间几人倒卧，打破酒坛，破坏阵法，这也导致几个喽啰瞬间原形毕露。此番遭遇九伯，他们几人心中清楚，传闻中的欢喜王恐怕就在附近。姐夫立马折返中原，召集高手围剿。白菲菲此时也跟熊猫儿告了别，而沈浪和熊猫儿也在等待的过程中遇到赌技藏身这家客栈的西西。王莲花留下独步7里香后逃走了。就当沈浪他们3人着急找人时，王莲花早已布下人手将他们包围。中了毒的3人此时战斗力为0。琪琪醒来时发现3人都还好好的。此时王夫人母子2人再次出现，她要求沈浪卧底到欢喜王的身边，但是不能杀掉欢喜王，还得保护他。沈浪爱好自由，自然不可能答应他，但有熊猫和七七做人质，只能答应。可是这十分神秘的欢喜王在哪里？快活林是全天下最好赌的地方，欢喜王每年都会到那里豪赌一次。沈浪根据王夫人的吩咐在那里等候。沈浪果然见到浓眉长须的欢喜王，他凭借着惊人的把赢的好牌，成功吸引到了欢喜王的注意。最终在这场7人赌博的拉锯战中，场上也只剩下欢喜王以及沈浪2人。结果毫无悬念，沈浪识破他的套路，一举梭哈赢下了这场豪赌的赌局。之后，在一场早有预谋的刺杀之中，那叫一力挽狂澜，出尽风头。就这样，沈浪顺利成为了欢喜王的左膀右臂。随后，在欢喜王此处的行宫中，发现了之前那位白衣女子白菲菲，她是欢喜王最新买回来的美人。原来，在15年前，欢喜王谋朝篡位，导致老国王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而老国王的女儿白菲菲此次接近欢喜王，就是为了给老国王报仇。随后，又从朱七七的口中得知了欢喜王手下财帛已准备弃暗投明。大殿中，欢喜王和白菲菲举办婚礼，江湖英雄扮作豪客，全部混进宫殿。王夫人、王莲花母子2人随后出场，而欢喜王见此情景却是丝毫不慌，被众高手包围也一样的面不改色。只见他哈哈大笑，小手一挥，在场众人全都身中迷魂冰剑。原来这是欢喜王他们一家的阴谋，目的是绞杀所有中原武林豪杰，清除掉所有对他有威胁的人。就在他胜券在握、得意忘形之际，一旁棺材里蹦出一个白发老头。这个白发老头正是20年前的孔雀国王。大殿内的侠客们也纷纷站了起来。原来众人早已察觉出欢喜王的诡计，所以在穴道上先装上铁桶，防御毒针。这显然是个反转局中局，计中计啊！正派侠客这一局显然是更胜一筹。他们以诛杀孔雀王朝叛党为旗帜，与欢喜王叛党在大殿里发生厮杀。这场景刺激了国王，恢复了以往的记忆，也认出了欢喜王这叛贼，转而纵身一跃，加入讨伐的战场。老国王虽是疯疯癫癫，但是武功奇高。场上有了老国王加入战斗，还有诸多武林高手的联手围剿，一代枭雄欢喜王最终饮恨孔雀国。这部《孔雀王朝》上映于1979年，由楚原导演，姜大卫、罗烈等人主演。本片改编自古龙经典小说《武林外史》，虽然改编得很离谱，但是还能够自圆其说。好了，本期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